齐云！我操，这他妈给我干哪儿来了？你在秘境之中打伤同门，亦可认罪。我？长老，不仅如此，秦云他还私自勾结魔宗圣女，谋害我上清宗弟子。那几个师兄弟死伤凄惨，浑身血骨被人抽去一空。秦云定然是修炼了天魔宗功法，罪不容诛。长老，杨师兄所言句句属实。秦云他不仅残害同门，还在秘境中屡次对我言语轻薄，看这小子不老实，甚至还想对我行不轨之事。若不是杨师兄及时赶到，恐怕秦霜的清白早已毁于他手。求长老为我做主呀！长老，必须让他血债血偿。不是，等一会儿，这是什么情况？系统，快滚出来给老子解释一下！恭喜宿主穿越进副本星际征途，任务为存活到故事结局，武器库读取完毕。宿主每存活1天，便可解锁更多权限。宿主目前存活天数为1天，武器库权限黑铁级。扯淡呐！是星际吗？这他妈明明是修仙位面啊！我去，金星剑2相搏，天级动能武器，这星际武器库里随便拿出一个都能把这个星球给扬了。这还修个屁的仙，直接火力覆盖就完事了。系统，别废话了，赶紧的先给我来一发2相搏，把这几个唧唧歪歪的家伙变成2维生物。警告，宿主权限不足，当前权限为黑铁级，无法解锁2相搏。不是系统，也太小气了吧！开局连个2相搏都不给。请宿主努力提升存活天数，解锁更高等级。青云，你在那里嘀咕什么呢？还不赶快认罪！你说的这些我都毫无印象，我认什么罪？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东西啊！不过是走了狗屎运才拜入宗门的废物，竟也敢妄图觊觎我的美色，你配吗？跟个苍蝇一样逼个没完，废话真多。你这个废物，还敢拿个破铜烂铁吓唬我！都说了让你闭嘴，怎么听不懂话呢？庶子，你竟然敢在执法堂公然行凶！既然如此，我也留不得你！长老您看，此物定然是秦云在秘境中杀人夺宝所得。那几位惨死的师兄弟身上所带的防御法宝不翼而飞，想必就是被他夺走了。此物能挡下您的寒怒一击，至少也是玄阶上品的防御之宝。秦云他自己资质平平，入门数年仍在炼气期徘徊，怎可能拥有如此重宝？定然是他图财害命，从同门手中抢来的。就这种便宜货也称得上是防御至宝？你们还真是没见识。秦云，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何话说？还不速速认罪，交出法宝？或许长老看在同门情谊上，还能留你一个全尸。我说过了，这东西本来就是我自己。好，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真是冥顽不灵，无可救药。既然如此，老夫今日便亲自将你这个叛徒就地格杀。想杀我？哼，你可以来试试看。金云，你那块废铜烂铁毫无灵气波动，恐怕连最下品的法器都算不上。灵师妹只是一时疏忽，才不慎死于你手。你真以为自己有多厉害吗？是不是废铜烂铁？你试试不就知道了。竟然躲开了吗？好快的速度！这是什么暗器？这威力，难道他已经突破到筑基期了？绝不可能！这些修仙呢，反应速度倒是不赖。Fire zone confirmed. 水龟盾，出！此乃师尊所赐的黄金上品法器，我看你如何破得了？这就是你那破铜烂铁的威力，连给我这玄龟盾挠痒痒都不配！不自量力的废物！我的法宝岂是你这种弯魔邪道能撼动的？星云，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交出那些防御至宝，束手就擒，不然的话，你就老老实实等死吧。威力确实还是弱了些。怎么，现在知道怕了？哼，无知。那你再试试这个。故弄玄虚，或是换了一件更大一点的过来罢了。
什么威力？这什么鬼东西？哇！玄龟盾！这怎么可能？什么？究竟是何物？毫无灵力波动，却能瞬间击溃黄阶上品的玄龟盾！长老，他一定是入魔了。这等诡异霸道的手段，绝不是我上青宗的功法。孽障！你用的究竟是何等邪术？关你屁事儿！上青宗乃是名门正派，岂能容你这等魔头在此猖狂？老夫今日便要将你这欺师灭祖、曾以任务审判，就地正法，以绝后患！老头儿，我劝你动手之前想清楚，这位刚才那个给劲儿多了。老夫乃是筑基巅峰，任你手段再诡异，岂不怕你这些不入流的邪魔外道，在绝对的境界压制面前，也只是徒劳。受死吧，镇山手！怎么可能？我的镇山手被挡下了！你到底是什么妖法？浪费我！小子，别太嚣张！你这宗门的4大护法，他们个个都是元婴期老祖，很快就能找到你，让你插翅难飞。我现在武器库的权限还不够高，面对众多高手围攻，恐怕也有点麻烦。天知道有没有传说中元婴化神期的老外，在没摸清楚这个宗门的底细之前，还是先走了下来。等老子解锁了剑心剑，再回来一炮把你们的山门给轰了。检测到宿主已存活超过3天，权限提升，武器库权限解锁青铜级。都给老夫听好了！那叛徒秦云杀害同门罪大恶极，如今已潜逃入这片森海之中。宗主有令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此子擒获。现在你们的任务就是潜入到森海里，给我一寸一寸的搜，无论是活的还是死的，都必须把他给老夫找出来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记住，那小子手段诡异，3人一组，互相照应，切不可掉以轻心。恭喜宿主，您已成功存活5天，权限等级提升，武器库权限解锁白银级。距离我从执法堂跑路刚好过去了5个小时，看来我猜测的没错。我在这修仙世界里多过1小时，就相当于系统判定的1天。这破系统，脑子果然不太好使。不过这倒是让我省了不少事。既然如此，先看看情况再说。这林子也太大了，那秦云跟个老鼠似的，跑到哪儿去了？真说不是呢，找了半天，连个鬼影子都没看见。哎，别抱怨了，仔细找。青龙长老说了，那家伙邪门的很。啊，这是什么灵虫？怎么从未见过？师兄，你听见了吗？刚才那声巨响，好像是从东北传来的。听见了，好强的威力，说不定是哪位长老发现了秦云，已经动手了。走，我们快去看看。哎，等等，不急，我跟你说个更劲爆的消息。什么消息？就在半天前，魔宗那个圣女巫灵儿一人闯到我们山门来。什么？他来干什么？还是一个人？他疯了吗？听守山的师兄说，他是来找秦云的，要我们放人，这不是自投罗网吗？那后来呢？抓住了吗？那还有，他刚刚被4位师兄困在了天球峰下面，咱们正好可以去凑凑热闹。魔宗圣女巫灵儿，救我！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啊！吴灵儿，我该说你是有情有义，还是愚蠢至极呢？就凭你一个人也敢来我上青宗要人，真是找死！少废话！
们这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，把青云带到哪里去了？秦云那个废物残害同门，罪不容诛，估计现在已经被长老们折磨得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了。你们放屁！青云绝不是那样的人，分明是你们上清宗颠倒黑白，栽赃陷害。栽赃陷害，哼，死到临头还嘴硬。吴灵儿，你还是先想想你自己吧。嘿嘿嘿，早就听说魔宗圣女姿容绝世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我还没尝过魔宗圣女是什么滋味呢。你们这帮人还真是令人恶心啊！嘿嘿嘿嘿嘿。啊啊！谁在那里鬼鬼祟祟的？给我滚出来！秦云，怎么可能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就凭你们这点三脚猫的功夫，也想困住我？装神弄鬼，大家一起上，抓住他！这是什么妖法？难道是传说中的灵气化形？不对，那至少需要金丹期的修为才能做到。他一个炼气期的废物，怎么可能？一帮蠢货！我掌握的科技可比金丹期强多了。怎么回事？我怎么一点灵气波动都没察觉到？好恐怖的速度！你们几个准备好受死了吗？你们几个受死了吗？别被他吓到了，他肯定就躲在附近。我们一起用法术把他逼出来。好。太晚了。怎么回事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连灵气波动都感觉不到。是鬼，一定是鬼！请师兄饶命！请师兄饶命啊！都是杨丽和林清霜陷害你的，我们也是被逼的呀！这是什么术法？术发4次，威力巨大，却毫无灵力痕迹。他的实力怎么会变得这么强？别害怕，上紧刀。算你小子运气好，竟然还没死。你是谁？又为什么要来上清宗救我？青云，你要是不想对我负责，就直说。负责？负什么责？我也不是那种死缠烂打的人，你没必要用这种拙劣的借口来羞辱我。我们以前认识吗？我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。虫儿，抓住他！他们追上来了，你先走，我来殿后。不慌。装神弄鬼，大家不要怕，一起拿下这个叛徒！这怎么可能？我的全力一击竟然毫无作用！这究竟是什么法宝，竟能挡住出击期的全力一击？就这点力气，刮痧呢？快跑啊！快跑啊！
秦云，你这到底是什么法宝？为何威力如此恐怖？这算什么？我还有更厉害的，等以后有机会再给你见识一下。现在先杀出去，坐稳了。孽障，休得猖狂！青云裂地！秦云，残害同门，如今又勾结魔宗妖女，罪加一等，还不速速束手就擒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也配在这里对我狗叫？好一个伶牙俐齿的孽障！老夫今日便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力量！苍龙破！能补教老夫的全力一击，这等妖物毫无灵力波动，却有如此骇人的防御与威力。小子，你究竟是从何处得来的子？老实交代，老夫或许可以让你死得痛快一些。你不配知道。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待老夫先斩断你的四肢，再慢慢拷问你的神魂。正好魔宗妖女也在此处，省得老夫再费手脚去找你。今日你们两个便一起葬身于此吧。青云，快走！还是上青宗四大护法之一的青龙，早已是元婴期的强者，实力深不可测。我来想办法拖住他。恭喜宿主，您已成功存活10天，权限等级提升，赠送新手福利。机甲体验卡单次，武器库权限解锁，黄金级。不必这么麻烦，我直接将他杀了不就好了？你疯了吧？他可是元婴期强者，放眼整个神州大陆，都算得上是顶尖的存在。就算是100个筑基巅峰的修士，只不过他一招杀的。哈哈，杀了我！小子，你的无知真是让老夫大开眼界。我这就让你见识一下。元婴期与你这蝼蚁之间那不可逾越的天堑，此乃青风镇绝学之一，万剑归宗，能死在这一招之下，也算是你的荣幸了。受死吧，孽障！我将以机甲形态出击！哇哦！这不可能！我的剑现在会被拦住。护体罡气开！这小子究竟是什么来头？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法天象地吗？法天象地可是只有传说中的大成且大能才能掌握的无上神通啊！这究竟是什么力量？好恐怖的威压！高能粒子光束发射！不！孽障，要为我道歉！我要你死！这是你逼我的！这种感觉太美妙了！就算拼着自爆金丹，老夫今日也要拉你垫背！重归于剑，你也配？给我死！啊！怎么会？这死了！青龙护法被杀了！魔鬼，他简直就是魔鬼！快跑啊！快跑！既然来了，都留下吧。
披甲单次体验卡使用完毕。没想到你竟然真的斩杀了一名元婴期强者。既然是答应了你的事，当然要做到。而且这家伙最后爆发出的气息好像有点奇怪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该死的，大意了！师弟，别怕，很快就不疼了。为了我的修行，你就牺牲一下吧。要是求饶命！不愧是魔宗圣女，中的我的合欢丹竟然还能撑这么久。不过越是这样，玩起来才越有味道。雾灵儿，只要你从了我保证让你体验到什么叫人间极乐。滚开！住手！你敢坏我好事！喂，你醒醒！喂，糟了，这合欢丹药性强烈，若是不及时阴阳调和，他很可能会爆体而亡。姑娘，不可！必须要引开杨离，灵儿姑娘才能安全。长老，轻易的抢夺同门发现的宝物，不仅残害了整个尸体，还勾结魔教妖女，企图杀我灭口。将此子押入执法堂，老夫要亲自审问。不，我是被冤枉的。喂，你干嘛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？那虫子有毒，把你脑子毒坏了。你别过来！本圣女警告你，你要是敢乱来，我就……我想起来了。想起来什么？那个山洞，还有我是怎么帮你化解合欢丹的。你胡说什么？我听不懂，谁给你解毒了？你这个流氓！哦，听不懂？那是谁刚才信誓旦旦的让我负责来着？还说不是那种死缠烂打的人。闭嘴闭嘴！要是敢把那件事说出去，我就把你舌头割下来。这魔宗圣女害羞起来倒还挺可爱的。放心吧，既然想起来了，那我肯定会负责到底。谁先让你负责？灵儿，你怎么了？醒醒！该死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果然是这东西。这虫卵定是杨离在秘境下药时趁机种入乌灵儿体内的。当时我只顾着化解药力，竟然都没发现这东西的存在。这虫子在侵蚀灵儿的灵根，一旦强行取出，恐怕灵儿也会有性命之忧。这是星际联邦特种部队使用的基因修复稳定剂，虽然不能直接杀死这修仙界的蛊虫，但足以强化灵儿的细胞活性，暂时压制住虫卵。这种邪门的蛊虫，绝不是杨离那种炼气系弟子能炼制出的，连元婴期的青龙护法体内都有，说明这东西在上清宗高层中早已泛滥，能让元婴期的护法都参与其中，这背后肯定跟上清宗宗主脱不开干系。灵儿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这帮人付出应有的代价，哪怕是把整个上清宗翻个底朝天，我也一定会把解药带回来。来的倒是挺快，急着赶来送死吗？恭喜宿主，你已成功存活20天。
武器库全新解锁铂金级，终于来点靠谱的武器了。逆将秦云，你杀我青龙师弟，毁我宗门声誉。今日老夫若不将你碎尸万段，超魂炼魄，敢消我心头之恨。来的倒是挺快，急着赶来送死吗？正好，省得我一个个去找你们。年轻人，莫要逞口舌之力。你不过是一介凡人，虽不知用了何种邪术杀了青龙，但在我二人面前，你依然如同蝼蚁。哼，没错，我们可都是元婴中期的强者，即便你有通天手段，今日也难逃一死。玄武镇狱，起！啊！此地已被我的镇狱大阵彻底封锁，你那能飞天遁地的奇怪法宝，在这里也难以施展。交出魔宗妖女，跪下束手就擒，老夫或许可以大发慈悲，留你一丝神魂转世投胎，否则定叫你神形俱灭。哼，被关在这里的人可不一定是我。既然口气这么大，那就让我看看究竟有多少实力吧。雕虫小技，看我破了你这破铜烂铁！师弟小心，战气有古怪。开火！这到底是什么暗器？竟然每一击都有金丹期修士全力一击的威力，还如此密集！后土遁，看来元婴期的护体罡气果然还是有点难缠。嘿！一击的攻势虽无灵力波动，但每一击的力道都足以洞穿金石。若非老夫这玄武盾乃是玄阶极品，恐怕早已支撑不住。师兄，这小子的法宝太过古怪，不能再耗下去了。不愧是元婴期老怪，这乌龟壳倒是挺硬。既然常规火力的穿透力不够，那就换点大家伙。空袭指令确认，歼击编队出击。这是何物？如此庞大的铁鸟，动竟比飞剑还要快上数倍。不好，此物威力巨大，师弟助我！呀！该死的，这到底是什么法术？威力竟恐怖如斯！不能再留手了，这小子的手段层出不穷。若是让他再放出什么古怪东西，你我二人今日怕是要阴沟翻船。好，合力一击，先毁了他那两个飞在天上的铁鸟。白虎啸天！玄武镇海！警告，高能能量反应接近，规避失败。小子，你的破铜烂铁终究敌不过我等的仙家手段。秦云，没了那两只铁鸟，我看你还能翻出什么老话？还不速速跪地受死，交出魔女！急什么？刚才那只是开胃小菜而已。既然4枚导弹炸不死你们，那4000枚呢？你说什么？嘿，来试试我的呼风唤雨之术吧！奇数导弹雨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是什么鬼东西啊！防御，快全力防御！
检测到目标生命体征已消失。懂不懂什么叫饱和式覆盖打击？万一这俩老不死的诈尸了怎么？再来一轮。这下舒服了。这都没被烧成灰，看来元婴期的骨头确实挺硬。连极速导弹的高温都没能彻底杀死，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？上清宗这帮家伙到底在搞什么鬼？这种邪物绝不是正道门派该有的东西。既然白虎和玄武能找到这里，说明这里已经不安全了。我必须尽快动身，上清宗拿到解药。但在我回来之前，得确保没人能伤到灵儿。嘿，全自动防御体系，再加上这能量护盾，就算是元婴巅峰来了，一时半会儿也别想攻过去。灵儿，一定要等我回来。那是什么东西？我这啊，什么东西？那是什么？秦云，你这叛徒还敢回来？还不快快服输！不想死的就给我滚开！狂妄！众弟子听令，给我杀！既然如此，那么就别怪我了。哎！救命啊！究竟是什么怪物？啊！人多是吧？行，那就让你们见识一下，什么叫一息3600转，大慈大悲度世人。跑，往哪儿跑？叫你们宗主滚出来见我，否则老子今天就把这上清宗烧成灰烬！小子，你也差不多该闹够了吧？把这里烧成这样，修缮起来可是很麻烦的。又来一个送死！好大的口气！不过，你能接连斩杀青龙、白虎和玄武3位护法，确实让我有点没想到。看来你手里这些奇淫巧技确实有些门道。青云，本座看你也算是个人才。这样吧，只要你肯交出所使用的那些法宝，我可以向宗主求情。不仅对你过往的罪行既往不咎，还会网开一面，让宗主收你为亲传弟子。要知道，宗主可是货真价实的化神期强者，能成为他的亲传弟子，是多少人几辈子都求不来的荣幸。亲传弟子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对给别人当狗没什么兴趣。年轻人，我劝你不要意气用事。你或许不知道化神期意味着什么。那可是你这些破铜烂铁永远无法企及的高度。你若是不满意，还想要什么条件，可以尽管提。无论是修炼资源、绝世炉鼎，还是这上清宗的长老之位，我都能满足你。哦，当真什么条件都可以？这是自然。那我要你，还有你们那个缩头乌龟一样的宗主，起死！你这不知好歹的东西，给脸不要脸！既然你如此冥顽不灵，非要自寻死路，那就别怪本座下手太狠了。我会把你的神魂抽出来，放在我的明火中炼化100年，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能死在我这招之下，也算是你的造化。九幽焚天焰，
去。这九幽焚天焰乃是由冥界的阴火炼制而成，无物不焚。就算是元婴期的修士沾上一星半点儿，也会瞬间化为飞灰。终究只是凡人，不知天高地厚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你竟然毫发无伤！就你这也叫焚天？我看也就是个打火机的水平。我这身日冕级恒星单兵作业服，可是连恒星表面6000摄氏度的高温都能完全隔绝，甚至能短时间硬扛恒星内核的热辐射。你那个什么九幽火，给这衣服充能都不够，差得太远了。这小子的妖术实在太过诡异，单打独斗颇有变数，看来不能再留手了。我有上星宗弟子命令，今日若不诛杀此子，我上星宗颜面何存？颜面何存？什么见证？秦云，见你有3头6臂，在这伏魔剑阵之下，也只有受死的份。哼，既然你们喜欢玩大的，那我陪你们玩玩。还在指望你那毫无灵力的破铜烂铁吗？可笑！不，离子轨道炮启动！怎么可能？那小子净凭2块废铁，就硬生生挡住了伏魔剑阵的攻势。什么伏魔剑阵？我看也不过如此。等离子轨道炮3级充能，开！好恐怖的力量！这不可能！那可是宗主亲手布下的伏魔剑阵，其中更是封印着一缕大长期强者的神魂。哪怕是化神期的强者，也要避其锋芒，不敢硬接。你区区一个凡人，竟然能做到一击破阵，你到底是人是鬼？什么化神期、大成期？你们所谓的境界，在我眼里连个笑话都算不上。行了，废话也听够了，你还有什么遗言要交代吗？秦云，秦少侠，求求你饶了我！秦少侠，我所做的一切都不是出于本意呀，是宗主，是张青宗宗主那个老贼，他在我体内种下了蛊虫，逼迫我这么做的。如果我不听话，他就会让我生不如死。秦少侠，只要你肯放过我，我什么都愿意做，哪怕是为奴为妾。伺候少侠枕席，我也心甘情愿。该死的小畜生，竟然逼得我如此低声下气，不过是个倚仗万物的凡人罢了。只要利用美色让你放松警惕，一旦近身，我定能刺穿你的喉咙。区区一个没有修为的凡人，定然跟不上我的出招速度。真别说，虽然你心肠歹毒了点，但这副皮囊长得确实挺漂亮。上钩了，果然男人都是好色的蠢货。蠢货，去死吧！你怎么可能？你该不会真以为我会看上你这种女人？饶我真的可以。这踢病毒原液果然霸道。虽然我现在没有修为，但这只身体的力量和反应速度已经堪比化神期的体修了。捏死这种废物，简直比捏死一只蚂蚁还难。好了，他们的狗都死光了，接下来该轮到主人了。你来了。你知道我要来。从你踏入山门毁掉护山大阵的那一刻起，本座便在等你。包括你杀掉朱雀那个蠢货的事，本座也看在眼里。那你还真是沉得住气。你的护法弟子死了一地，你连屁股都没挪一下。看来这上清宗的人命，在你眼里不过是草芥。成大事者，不拘小节。那些废物若是连你一个凡人都拦不住，死了也就死了，正好为宗门节省些资源。倒是你，秦云。你真的很让本座惊喜，一介凡人之躯，毫无灵根，体内没有半分灵力，却能凭借那些奇形怪状的法宝，
连斩我中4位元婴阶功夫，甚至连伏魔剑阵都能一击轰碎。这东西，即便是当年的我也未必能做。你手中的力量凭着。所以呢，夸我2句是想让我一会儿下手轻点，还是你也想试试我的枪法准不准？不，本座是想给你一个机会，青云。你我本无深仇大恨，你杀那些护法，是因为他们挡了你的路。在这个修仙界，弱肉强食本就是唯一生存法则。你有实力，我就尊重；只要你肯归顺于我，交出你那些武器的制作图纸，这上清宗副宗主的位置就是你的。这上清宗方圆万里，附属宗门数10个，弟子数万，只要你点头，这些资源任你调配。本座如今已是化神期，飞升上界指日可待。待我飞升之后，这偌大的基业便全由你一人执掌，如何？你也看到了，单纯依靠外物终究是有极限的。但若是有了上清宗的资源支持，你可以将你的那些法宝炼制得更加完美，这是双赢。你丫真当我脑子进水了？双赢，赢你大爷！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？你无非是想把我当成帮你练气的工具人吧？还有，别把你那头恶心的弱肉强食挂在嘴边。为了修炼，在活人身上种，把我弟子当成血食和养料。你这种烂到骨子里的杂碎，也配跟我谈合作？我今天来只为一件事，交出乌灵儿体内蛊虫的解药，自己把脑袋割下来，否则我就把你这破店给拆了。星云，你真以为凭着几件旁门左道的奇淫九技，杀了几个元婴期的废物，就有资格在本座面前叫嚣了？本座可是化神期，是这方天地真正的神。废话少说，就算是真实力，敢挡我的路，我也照样屠给你看。想要我的图纸，下地狱去问阎王要吧。既然你急着找死，那本座就成全你。化神之威，岂是你这蝼蚁所能想象的？给我跪下！准备场控制，这是铜金要素。警告：检测到外部环境重音异常，建议立即规避。这家伙竟然能操纵空间，这就是化神期的手段吗？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境界的差距。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你的那些手段根本不值一提。无论你的防御有多强，在本座的空间法则之下，都不过是一张薄纸。是不是连手指头都动不了了？凡人终是凡人，一旦失去了万物的依仗，你就什么都不是。动不了，你太小看科技的力量了。过载模式开启。反物质湮灭手雷，这么近的距离，就算是化神期，只要沾上反物质，也得掉层皮。定。什么？很有趣的小玩意儿，蕴含着一股极其狂暴且不稳定的能量。若是炸开，确实能伤到我。不过可惜，在本座的领域之内，万物皆由我掌控。散！这就是修仙界顶层的力量吗？直接从微观层面抹除物质的存在。怎么这就吓傻了？既然你的手段用尽，那现在该轮到我了。警告：宿主生命体征急速下降，建议立即启用急救维生系统。绝望，这就是凡人与神的区别。在真正的力量面前，你的那些骄傲不过是一个笑话。别争，刚才那一脚我已经震碎了你全身的经脉，就算是大罗金仙来了也救不了你。现在告诉我图纸在哪儿，我可以给你一个痛快。震碎经脉，不好意思，老子从来就没有经脉这种东西。这就是化神期的实力吗？确实有点难缠了。凡人，你还想负隅顽抗吗？能让本座动用空间法则，你也足以为傲。下辈子投胎，记得离修仙者远一点。恭喜宿主在当前副本成功存活50天，武器库权限解锁钻石级。老东西，谁要去投胎还不一定呢。死到临头，还敢口出狂言！你刚才说，在你的领域里，你就是神，那今天老子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是神！泰坦金鸡甲，天谴者降临！装神弄鬼，受死吧！
这是什么傀儡？为何会有如此恐怖的气息？武器系统上线，速率100%，动力核心全功率输出。老杂毛，现在该轮到我了。跪下！去护体神功，不动冥王印。这怎么可能？什么化神期？绝对的动能面前都是渣渣。该死的凡人，你竟能伤我法身！本座修行千载，从未受过如此奇耻大辱。我要把你碎尸万段，让你永世不得超生！叫什么？还没死透是？那我就再送你一场微型黑洞坍缩炮！发射！这身体要被吸过去了，这是什么法则之力？竟然能凌驾在我的领域之上！可惜，给我躲开！我的手！不可能！本人不可能掌握这种力量，这一定是上古邪术。星云，这可是你逼我的。既然你想死，那我就让你见识一下上界赐予我的真正力量。又是虫子，但这颗的气息比之前那些强了无数倍。伟大的圣主，请降临您的神力吧！万重噬心，血祭大阵，急！呀！我的肚子有什么东西在动！救命！救命啊！警告：检测到高能生物反应，目标生命体征正在急速变异，能量指数呈指数级上升。星云，这才是真正的力量！这就是你所谓的上界力量，把自己变成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德行。现在的我已经超越了化神，半步踏入炼形之境，在这方天地，我就是主宰。看你那具铁壳子还能撑多久！速度变快了，把解除巫灵儿身上蛊毒的解药交出来，可以留你们全尸。解药简直是天大的笑话！告诉你吧，这是灵兽骨，乃是上界仙神赐下的至宝，一旦种下，虫卵便与宿主的神魂彻底融合，共生共灭，根本就没有什么解药。你说没有解药？没错，那丫头死定了，你也死定了，你们都将成为我的祭品。既然没有解药，那留着你这个垃圾还有什么用？系统，给老子解锁终极武器权限！警告：该武器威力过大，属于灭星级战略威慑武器，若在当前高度释放，将对地表造成不可逆的毁灭性破坏。是否确认？确认。哪怕把这颗星球炸穿，我也要弄死这个畜生！指令确认。上帝之杖，动能和武混合弹解锁。那是什么？没有任何灵力波动，却能让我感受到一种死亡的恐惧。这绝不可能！好好享受吧，这给你修仙界的一个大礼！等一下！既然这修仙界没有解药，那我就用我的科技，亲手为你造一副解药出来，哪怕是把这个修仙世界降为天翻地覆，我也要救活你！这份样本虽然已经被高温碳化了一部分，但核心结构依然保留下来了。启动微观扫描模式，进行全谱系结构分析。指令确认，扫描开始，正在构建3维模型。金属骨架、微基芯片、能量传输管线。啊，
这虫卵的核心竟然是一座微型核聚变反应炉。我明白了，这根本不是什么蛊虫，而是生物仿生纳米机械。这个世界的修仙体系背后，竟然还隐藏着如此高科技的产物，怪不得这东西能吞噬宿主的血肉和灵力，还能控制宿主的思维。这根本就是一种通过神经网络接管宿主身体的控制终端。如果这是科技产物，那就一定有控制代码和后门程序。只要能破解它的底层逻辑，我肯定能救活灵儿。至于那所谓的上界，恐怕也根本不是什么仙界，而是一个拥有顶尖科技的星际文明。他们把这个世界当成了什么？殖民地，还是生物实验室？不管你们是谁，敢把我也算计在内，咱们这梁子算是彻底结下了。谁？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体内那个东西好像安静了一些，没那么疼了。放心，你很快就会没事的。我给灵儿注射了纳米抑制剂，能暂时切断她接受外部指令的信号频段，但这不是长久之计。想要彻底根除，我还得再研究一下。是父亲的本命魂玉。灵儿，天机宫那个伪君子苍松，联合太医们的玄城，正准围攻我堕仙谷。你快找个没人的地方躲起来，永远别回堕仙谷。爹，我要回去，我要去救我爹，求求你带我回去。那个什么天机宫和太医门，很强吗？他们是正道最强的两大宗门，掌门都是半步化神的强者。灵儿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你爹不会有事的。可是这里距离堕仙谷有万里之遥，就算是用最快的灵舟赶过去也要3天3夜，到时候恐怕……灵舟？咱们可不用那种慢吞吞的交通工具，这是超音速战术侦察机，最高时速可达80码。坐稳了，万里之遥，咱们一炷香就到了。吴天，你这魔头还要负隅顽抗吗？事到如今，你天魔宗气数已尽，你若是现在跪地受缚，交出宗门秘宝，本座或许还能大发慈悲，留你一具全尸。苍松、玄城，你们这两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，想让我投降？退！做梦！你们口口声声说我天魔宗残害生灵，可这1000年来，我天魔宗从未主动作恶，反倒是你们这些所谓的名门正派，为了修炼资源，不仅互相倾轧，还是凡人如草芥。住口！死到临头还敢污蔑我正道？难道我说错了？你们之所以对我赶尽杀绝，根本不是因为什么正魔之争。50年前，上界使者降临之时，使者赐下名为神种的黑色虫卵，要求神州大陆所有宗门的掌门必须吞服，以示对上界的绝对效忠。可谁都知道，那虫子入体便会控制神魂，把人变成一具只知道听命的傀儡。我拒绝，所以我就成了你们口中的魔。而你们呢？为了那所谓的长生仙缘，为了能够突破化神，竟然甘愿吞下那恶心的虫子，沦为傀儡。一派胡言！那是上界赋予的神种，你这种目光短浅之人，名动天威浩荡。自从服下神种，我们的修为突飞猛进，宗门日益昌盛，这就是顺应天道的奖赏。奖赏？我看是饲料吧。你们没发现吗？每当深夜，你们的丹田里是不是会有万里噬心之痛？够了！既然你如此冥顽不灵，那就带着你的清高下地狱去吧！只要杀了你这个违逆上界的家伙，使者定会赐下更多的仙缘。哼，我看你能硬气到几时？吴天，凤去，下辈子别再这么固执了。空对地战术导弹发射！什么声音？这是不好！
敢动我老丈人，真是找死！爹，你怎么样？灵儿，还有这位是？岳父大人，初次见面有点仓促，刚刚的这2颗导弹就算是听个响吧。我当是哪路高人，原来是个毫无修为的凡人。吴天，这就是你搬来的救兵，只会靠着铁疙瘩偷袭我们。等等，没有修为的凡人，奇怪的兵器，莫非你就是那个传闻中在上清宗闹事的秦云？哟，消息传得挺快啊！既然知道我的名字，还不赶紧滚！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小子，我们正愁找不到你，听说你在上清宗杀了几位护法，哼，那也不过是他们轻敌大意罢了。你以为凭借这些奇淫巧技就能在我们面前猖狂？上清宗乃是正道魁首，底蕴深厚，宗主天阳子更是化神期的大能。你得罪了上清宗，现在又来招惹我们，真是不知死活！哦，上清宗，你是说那个已经被我炸成深坑的地方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上清宗已经没了，连带着那个什么天阳子，骨灰都被我扬了。痴人说梦，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。就凭你灭了上清宗，还有扬了天阳子宗主的骨灰，小子，你怕不是还没睡醒吧？你若说你逃出来了，我或许还信几分。你说你灭了上清宗，你怎么不说你是上界真仙下凡呢？什么事慌慌张张的？没看到本座正在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吗？掌门，你最好看一下这个，这是一位师兄通过传音石，将上清宗附近传回来的实时影像。什么影像能把你吓成这样？真是丢我太医门的脸！这是上清宗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此等破坏力，就算是化神期自爆也做不到啊！现在你们信了吗？那么接下来就该轮到你们了。秦云，你竟敢屠灭上清宗，你这是在挑衅整个修仙界的秩序！一帮废物制定的秩序，还有遵守的必要吗？秦云，你别太嚣张！你以为灭了上清宗就无敌了吗？告诉你，我们背后乃是长生殿，那才是真正统御神州大陆的庞然大物，是负责沟通上界使者的神圣组织。没错，上清宗只不过是长生殿的一个外门势力罢了。长生殿内高手如云，殿主更是拥有不死之身，与天地同寿。你若是敢动我们，长生殿绝不会放过你。到时候你就算逃到天涯海角，也会被追杀致死。秦云，不可冲动。那长生殿确实恐怖至极，他们行踪诡秘，手段通天。据说，凡是得罪过长生殿的人，最后都死状凄惨。长生殿沟通上界，那感情好啊！我正愁找不到那帮玩虫子的变态在哪儿，没想到他们倒是主动送上门来。至于那个什么店主拥有的不死之身，该不会是纳米修复技术或者意识云端备份吧？正好把你们2个宰了，就去会回那个长生殿。这小子简直就是个疯子，连长生殿都不怕。先撤退再说，没必要冒险跟他纠缠。只要飞得够高，这小子的暗器肯定打不到我。秦云，你嚣张不了太久的。等我们回到长生殿禀报圣使，定要将你碎尸万段。哼，以为速度快就能跑得掉吗？太天真了。防空追踪模式启动。哇，这是什么鬼东西啊！啊，好快的速度！
长生殿不会放过你的。下地狱去给长生殿探路吧，告诉他们，我很快就到。秦少侠，不，贤婿，老夫纵横修仙界数百年，从未见过如此霸道的力量，既无灵力波动，却能毁天灭地，这究竟是何种神通？岳父大人，这不是神通，而是科技。科技？老夫此前怎么从未听说过？这个一时间解释起来比较复杂，不过您只需要知道，那些所谓的上界，不过是一群掌握了高等科技的杂碎而已，不足为惧。灵儿体内的蛊虫，本质上也是一种纳米级的机械控制终端。尽管我暂时还没有解药，但我可以黑进这些虫子的网络，改写他们的指令，从而解救灵儿。只是这需要更多的数据，也需要找到他们的主服务器，所以那个长生殿必须亲自去一趟。不行，那里太危险了，连几大宗门的掌门都要对长生殿俯首称臣，那里肯定是危机重重。我不想你去送死，我不想你去送死。傻瓜，我如果不去，谁来救你？难道你想让我看着你变成被虫子控制的鬼样子吗？可是我宁愿死，也不想你搭进去。对我有点信心好不好？连上星宗都被我扬了，区区一个长生殿算什么？贤婿，你有此等魄力，老夫深感欣慰。但这长生殿恐怕没你想的那么好进。岳父大人，难道这长生殿还有什么说法？据老夫所知，那长生殿并不在神州大陆的陆地之上，而是隐匿于极其遥远的蓬莱深处。那里四周环绕着茫茫无际的绝灵之海，且海面上常年笼罩着能吞噬神识的迷雾与风暴。最可怕的是，那片海域无法补充灵力。寻常修士若是想要强行还魂，往往飞到一半便会灵力枯竭，葬身鱼腹。即便是化神期修士，也不敢轻易涉足。连化神期都过不去，秦云，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好不好？你们放心，跨海而已，自有办法。正好，也是时候让这修仙界的土包子们见识一下，什么叫航母编队里。圣使大人，大事不好了！何事如此惊慌？像什么样子？刚刚收到魂牌殿传来的消息，苍松道人和玄城真人的魂牌碎了。哦，啊！看来这两个废物平日里修炼还是太懈怠。不仅仅是他们，还有上清宗的天阳子宗主，连同四大护法，全军覆没。你是说整个上清宗的人全都死了？是的，据说是被一种从天而降的神火瞬间气化，现场只留下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巨坑，方圆百里寸草不生。那个动手的人叫什么名字？回圣使，此子名为秦云。据说他没有任何灵根，是一个纯粹的凡人，全靠一身奇怪的铁甲和法宝逞凶。凡人铁子，可笑至极。那秦云狂妄至极，甚至还扬言要还要什么？说。还扬言要杀上长生殿，亲手宰了您。有趣，真是有趣。本座在这神州大陆镇守了300年，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对神明口出不义。若是他真能活着爬到本座的面前，本座不介意让他亲眼见识一下，什么才叫做真正的神法。恭喜宿主在当前副本成功存活80天，武器库全线解锁大师级。俗话说得好，一切恐惧都来源于火力不足，动手之前还是得做好充足的准备才行，绝不能让灵儿失望。天际卫星发射程序启动。天际卫星发射程序启动。10枚上帝之眼侦察打击一体化卫星已入轨，全图打击网络部件完成。这下应该就差不多了。啊，师兄，你看这些铁壳子，虽然大，但全是死物，上面连个阵法都没有。哼，不过是凡间的一些破烂罢了。
哪里来的凡人船队？前方乃是长生殿圣地，不管是误入还是有意，都给我立刻停下！甲板上那个小子，不管你是谁，再敢往前一步，就是亵渎神灵，我等定叫你葬身鱼腹！什么臭鱼烂虾，也配在我面前叫嚣？开火，一个不留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你们这些所谓的修仙者，在口径面前，也不过是一堆脆弱的碳基生物吧？侦测到前方高能力场反应，迷雾正在消散。好，哼，终于找到你了，长生殿！全体舰队听令，全速进击！好大的胆子！区区一介凡人，竟敢擅闯我长生殿！我不光要闯，还要直接拆了你们这个长生殿！清源，真以为杀了几个不成器的废物，就有资格在本座面前撒野？哼，我看你跟那几个废物也没什么区别。这死活的东西！本座乃是化神期巅峰，距离炼虚境仅有一线之隔，岂容你在这里大放厥词？别说化神期了，就算是炼虚境大成期来了，我也照杀不误。狂妄至极，给我死！天罚神光斩！立场护盾，全功率展开！这是什么法宝，竟能抵挡下本座的全力一击？看来你这所谓的化神期巅峰也不过如此了。礼尚往来，既然你出完招了，那现在该轮到我了。目标锁定，天机粒子出来，发射。地神光，这什么鬼东西？竟然能打穿我的护体神光！打偏了吗？看来大气层的折射率参数还需要修正一下。小子的手段确实有几分诡异，不能硬扛。众弟子听令，立即归位，结万仙锁灵大阵，御神庇佑。此阵连同这绝灵之海，用万年亦可治。即便是炼虚期的殿主亲自出手，也要攻击3天3夜才能将其破开。只要撑过这一时，待殿主出关，定叫这小子有来无回。秦元，此阵便是真正的仙人下凡，也难破分毫。你那点微末伎俩，还是省省吧。憋笑挑战嘛，那你成功了。既然一发不够的话，那就多来几发。这股力量怎么会如此恐怖？什么花里胡哨的大阵，跟纸糊的一样。你若是伤了我，殿主绝不会善罢甘休的。陶冶成都炼虚大道，更有不死之身护体，你绝不是他的对手。放心，你上路之后，我一问你验证下去。哼，看门狗清理干净了，接下来该去会会那个所谓的不死之身了。我倒要看看这所谓的长生殿里究竟藏着什么猫腻。这是妖兽。你就是那个所谓的店主。既然来了，为何不坐下喝一杯？哼，喝茶就不必了，我有话问你。哦，坐吧，我知道你有很多疑问，我们可以慢慢聊。我知道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或者更准确的说，
你和创造这个世界的造物主来自同一个层面的文明。少跟我打哑谜！你口中的造物主到底是谁？在这个世界的修仙者眼中，那是至高无上的上级，但在你的认知里，应该称之为星盟。星盟？没错，一个高度发达的科技文明。这片神州大陆不过是他们圈养的一个实验场，或者说是一个原材料加工厂。原材料？你是说那些修仙者和妖兽？不，兽体对星盟来说毫无价值，他们要的是神魂。所谓的飞升，不过是一场精心编织的谎言。当修仙者修炼到极致，神魂足够强大时，就会被接引到上界。到了那里，他们的肉身就会被粉碎，神魂会被抽取出来，剥离情感和记忆，只保留最纯粹的算力，制成高阶的生物智能核心。什么？你的意思是，那些飞升上界的人都被制成了芯片显卡？差不多，修为越高，制作出来的智能核心效率就越高。化神期、炼虚期、大成期，在星盟眼里，不过是不同型号的处理器罢了。既然你知道这一切，还甘心给他们当监工，算是这片大陆的顶尖强者，就这么没骨气？你以为我有的选吗？当年我也和你一样心高气傲，以为只要碎丹成鹰，化神合道，就能位列仙班，逍遥长生。可等我飞上上界以后，我才发现一切都是假的。他们要把我的意识抹除，把我的神魂抽干，我不甘心，我还不想死，所以就答应了。这就是你为了自己苟活，心安理得祸害同族的理由吗？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我没有做错。你的故事很精彩，也很悲惨，但你依然改变不了你是个帮凶的事实。不过，做了几百年的看门狗，我也确实有些腻了。我想要自由，不再受限于星盟掌控，真正意义上的自由。所以呢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的出现是一个变数，我能察觉得到，你所使用的那些法宝威力甚至可能凌驾于星盟之上。我要你交出你那些法宝的核心数据和底层代码，作为交换，我可以把解除蛊虫的秘药给你。只要有了这个，你的那个小女友，还有这天下所有被控制的修士都能得救。但我怎么知道你没骗我？你没得选，这秘药除了我，没人能操作。行，成交。这里面包含了我所有武器的设计蓝图，足够你研究个几百年。系统准备植入纳米病毒，正在解析目标防火墙。纳米病毒已就绪，检测到恶意病毒程序入侵。你在试图给我植入病毒？你敢说我？真是可惜，竟然被你察觉到。既然你不肯交出来，那我就把你大卸8块，直接对你搜魂，向天地一切正神。这就是科技与修仙神通的完美结合。天谴者机甲，好沉呀！这家伙的力量比千阳子那个废物强太多了。你的速度太慢了。这就是一回报机甲废铁，在本座面前简直不堪一击。哎呀！警告：动力系统严重受损，无法挣脱。韩云，问你了，你自己的真心。现在，亲手把你的脑子挖出来。启动弹射装置。想跑有点晚了。
没了那层机甲，你就像一只虫子一样脆弱。让本座看看你的脑子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。等你靠近很久了。什么？物理接口连接成功，正在植入纳米病毒。滚出去！从我的脑袋里滚出去！想让我松手？做梦！手！动手！病毒植入剂量80%。这样才杀你的！你想？疯子！你这个疯子！松手！我绝对不能在这里倒下。还在等我？病毒植入进度100%，核心逻辑改写完成，自毁程序已启动。终于拿到了，系统解析密钥，执行全域解除指令。指令确认，正在改写底层协议，全员解除寄生模式启动。总算是成功了。警告：检测到42号代理人进到生命体征消失，判定该区域监管失控。根据第7号新禁生命法，立刻执行强制收回程序。什么？我体内的蛊虫消失了。青云，是你吗？你真的做到了！天怎么突然塌了？那是什么东西？发现目标碳基生物，开始执行回收程序，剥离神魂肉体销毁。快跑啊！救命啊！飞贼根本赶不动他们！长老，救我！低级文明的清理工作真是既枯燥又麻烦。一群只知道利用原始能量的蝼蚁，也做成初级处理器的资格。你这只蝼蚁或是稍微强壮一点。灵儿，你带着剩下的弟子走，这不是我们能对付的敌人。给我父亲，我要和你守在一起。放心，你们谁都走不了。天魔血战掌！你们这些蝼蚁还真是弱的很。虽然你的生物能级高一些，但在星魔面前依旧是垃圾。你这个怪物，快放开我爹！这就是你们所谓的亲情，真是多余且累赘的算法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先送你们上路，提取你的神魂核心。好强烈的高能反应！你又是谁？怎么会使用跟星盟类似的技术？还把你揍成一堆废铁的人！这就是你的依仗。这种低效的等离子切割技术早就被星盟淘汰了。这家伙的力场强度竟然这么高！我不明白，你们这些低碳生物为何还要反抗？能够被选中成为星盟的智能核心，是你们这些低级生命体的无上荣耀。看看这片天地，你们口中的神州大陆，它的山川、河流、灵脉，乃至你们呼吸的每一口灵气，都是星盟在数万年前播下的种子改造而成。说到底，你们不过是培养基地长势稍好的活物罢了。
你们理应心存感激，感激造物赋予了你们存在的意义。若是把你制成智能核心，会心存感激吗？如果这是星盟给我下达的指令，我会毫不犹豫地执行。这就是秩序与混沌的区别。至于你们所谓的修仙大能，那些大成期、渡劫期的个体，在我们眼中也不过是算力稍微多一些的智能核心罢了。放你娘的屁！你们这帮宇宙强盗，把掠夺说成恩赐，竟然一个低级文明，真是令人作呕！今天就把你给活拆了！你的神魂之中似乎还藏着别的什么东西，倒是很有趣。把你带回去的话，或许能够研发出新的智能核心。启动全功率引擎！别百倍力量，你的机体性能与我相差了至少3个时代，你就老老实实被我带回去进行贴片研究，这或许是你短暂一生中最大的贡献。混账！休想伤害秦云！完全动不了，这家伙的差距太大了。秦云生命体征已经跌破了警戒线，却还能爆发出如此的力量，真是有趣。不过，为了救一个注定要被回收的垃圾，从而加速自己的死亡，实在是愚蠢至极。为了延续自己的生命，你理应选择逃跑。此刻这种毫无意义的阻挡，完全违背了生存逻辑。像我这种只能依靠恐惧和指令运行的冰冷机器，永远也不会明白，世间有一种力量是你那些算法永远无法解析的，那就是守护。为你身后之人，即便神魂俱灭，亦亡也。检测到强烈的情绪波动，分析结果表示，这种名为情感的能源数据，正是阻碍你的进化的能量。我等把头抬起来，但看天上，在这些域外邪魔眼里，我们甚至都算不上是人，这待宰的牲畜。告诉老夫，你们甘心就这样让神州万年的传承断绝在我们手中吗？不甘心！好，既然不甘心，那就把你们的力量借给我。今日哪怕是粉身碎骨，也要让这天外邪魔知道，我神州修士可杀不可辱。有尊是死，老爷要崩掉他一颗牙。天魔解体，万灵归一。这股力量竟然还在上升，这就是修仙者们集合起来的力量。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大成期力量，通过透支群体生命力换取短暂的高能爆发，这种能量利用率实在是太低了，粗糙的令人发笑。在绝对的科技力量面前，问是毫无意义。你这种水平的能量波动，甚至都无法打穿我的外层理论。防御归阵启动，能量输出100%。警告：遭遇未知干扰，能量传输协议错误，防御立场功能中断。什么干扰病毒？这是什么时候植入的？蠢货，你真以为老子刚才挨揍的时候就什么都没干吗？不！不可思议！低等生物竟能破坏我的机体，别得意的太早，我只是先遣队的一个小队长，信号已经发出去了，真正的星盟主力舰队很快就会降临，你们所有人都要死，这颗星球也将被彻底格式化。没用的，我的生机已绝，神魂也快散了。不会的，爹，一定能有办法救你的。灵儿，别哭，爹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一件事，就是把你托付给了秦云。答应我，一定要保护好灵儿，守护神州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照顾好灵儿的，而且那个什么狗屁星盟，我也绝不会放过。好小子，我没看错人。
星盟是吧？给老子等着！恭喜宿主，在当前副本成功存活120天，武器库全线解锁，宗师级。系统，给我进行逆向追踪。正在解析量子通信日志，后羿星座坐标，解析完成，坐标锁定，半人马座星系。找到你们了！嘿，秦云，你要去哪里？灵儿，你也听到了，如果不把这帮家伙彻底解决，他们很快就会卷土重来，到时候不仅是堕仙谷，整个神州大陆都会变成焦土。可那是星盟啊，连我爹和大成期的修士都挡不住他们，你一个人去，万一回不来怎么办？我只有你了。放心，我这个人命硬得很，阎王爷不敢收我。我向你保证，等我回来的时候，这个世上再也不会有什么星盟存在了。好，我等你。警报，检测到未授权的碳基生命体入侵。下界的人族，这里是星盟最高禁地。你这种低等生物是怎么找到这里的？当然是从这个废铁的脑袋里挖出来的。基因序列对比完成，型号匹配，第7先遣队统领。这不可能，统领大人搭载的反物质护盾，怎么可能被你这种低维度的碳基生物摧毁？这世上没有什么不可能的，就像你们以为自己是神，但在我眼里不过是一堆废铁而已。狂妄的低等生物，即便你用某种卑鄙的手段侥幸击败了统领大人，但你以为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别废话了，我赶时间，告诉我你们那个所谓的盟主究竟躲在哪里？盟主，那可是统领亿万星河的至高意志，跨越维度的宇宙主宰。你这如尘埃般卑微的虫子，也配窥探神座？收起你的妄想吧！此地隔绝了一切天地灵气，你们下界人族引以为傲的修炼功法，在这里根本释放不出来。谁说我需要依靠灵力了？警告，检测到未知高维波动。那是什么东西？见识一下二向箔的威力吧！故弄玄虚。这是什么物质？我的机体正在扁平化。没想到这星盟基地中竟然还有修仙者。年轻人，你杀心太重，这一路走来毁坏了太多星盟的贵重资产。你是说外面的那些废铜烂铁吗？年轻人，你可知老夫是谁？老夫名叫玄道，不过在神州大陆，后人更习惯称呼老夫为天道老祖。天道老祖，传说中神州大陆第一位突破大成期、破碎虚空飞升的那个老怪物？正是老夫。万年之前，老夫于昆仑之巅悟道，一剑开天门，从而得见这世界真正的终极真理。世人皆以为飞升便是成仙，殊不知飞升的尽头是进化，是摆脱肉体凡胎的桎梏，拥抱更高维度的文明。你所谓的进化，就是给这帮外星强盗当走狗？无知，星盟乃是天道秩序的维护者，老夫并非走狗，而是盟主钦点的代理人。你看这神州大陆万年来风调雨顺，宗门林立，皆是老夫在幕后维持秩序。把神州大陆的修士当作牲畜，当作养料，就是你所谓的秩序。优胜劣汰，适者生存。
能为伟大的星盟贡献一份力量，是那些蝼蚁的荣幸。但你不同，秦云，老夫观察你很久了，你虽无灵根，却掌握着一种连老夫都看不透的奇特力量。秦云，加入我们吧！要你肯归顺，老夫可以向盟主保举，让你接替之前那个废物的哨兵统领之职。你将1人之下，10000人之上，不仅拥有无尽的寿命，还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神州大陆的一切资源。哪怕是你想把整个大陆重塑，也只是一念之间。秦云，你意下如何？听起来好像很不错的样子。那是自然，你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，不该浪费在保护那些低等的蝼蚁身上。与星盟联手，我们将成为整片星域永恒的主宰。永恒的主宰？老东西，你是不是跪久了，连怎么站起来都忘了？啊？给别人当狗，就让你这么有优越感？你说什么？我秦云的膝盖硬得很，这辈子只跪父母，跪天地，绝不会跪这群奇形怪状的外星杂种。冥顽不灵！老夫惜才本想给你一条生路，既然你非要自寻死路，那便怪不得老夫了。废话真多，要打就打，老子还赶时间去找你们盟主算账。大长期之位，岂是你这等凡人能想象的？天地无极，乾坤借法，万法归宗，大灭绝旨，给老夫跪下！吓老子一跳，我还以为是大荒求天旨呢。统一立场屏障。好，老夫这一旨蕴含了天地法则之力，即便是同为大成期的修士，也不敢应接。在我的统一立场面前，任何形式的能量攻击都会100%偏转和中伏，毫无作用。鼠子休要猖狂，不过是仗着外物之力，老夫倒要看看你这屏障能撑多久。行了，我也玩腻了。既然你这么喜欢谈论法则之力，那我就让你见识一下，什么才是真正的终极法则吧。这是何物？看起来不过是几颗凡俗的铁珠，却无法被老夫的神识所感知。这是由强相互作用力材料制成的终极武器，它的表面处于绝对零度，所有原子被强行锁死，不存在任何瑕疵。在它面前，你们那些引以为傲的法宝肉身比豆腐渣还要脆弱。装神弄鬼，老夫乃是大成期强者，还会怕你？昊天镜，玉！秦云，你这无知小儿，以为仅凭几个看起来有些诡异的铁球就能伤得了老夫？这昊天镜乃是老夫耗费了整整3000年时光淬炼而成，可谓是万法不侵。秦云，老夫承认你有些手段，但你妄想依靠那些凡铁击穿老夫的昊天镜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废话说完了吗？可以安心上路了吗？庶子，死到临头还敢装腔作势！去吧，毁灭他！啊，这怎么可能？毁灭你与你何干？还真是好手段。不过你以为毁了老夫这具肉身，你就赢了吗？你对星盟的力量根本一无所知。事到如今还不肯认命吗？以无神魂为引，迎娶盟主圣驾降临。物理攻击有效，这是什么？好恐怖的气息！既是现实，就干扰到了我的防御力场。下界的虫子，你竟然能走到这里，毁坏了本盟主的一具代理载体！装神弄鬼的东西，你就是那个所谓的什么狗屁盟主？放肆！这是什么鬼力量？注意系数瞬间增加了几万倍！愚昧的下界虫子，看才是属于主宰的力量。你们这些低等文明所依赖的小玩意儿，在本盟主面前毫无意义。有本事试试这个！这怎么可能？这种粗糙的微观粒子排列技术，就是你的底牌。
你的武器和技术都很低级，就像你那可笑的反抗一样，充满了低等生物的无知。现在跪下忏悔你的罪行，或许本宗主心情好，会将你制成稍微高级一点的智能核心。让我跪你，做梦！给我降维！空间坍缩。很有创意的攻击方式，利用维度跌落释放的引力势能，确实是清理低等文明的高效手段。只可惜你对维度的理解还是太浅薄了。十维展开，空间重塑。什么？你的降维打击倒是有点意思，不过很可惜，这里是星盟的中枢，整个十维空间的数据与法则都受我操控。齐云，你看见了吗？这就是盟主伟大的力量。毁我肉身又如何？只要盟主在，老夫的神魂数据就永生不灭。等你被弄死后，盟主会重新编写你的记忆，到时候你就会变成一条比老夫还要听话的狗，亲手毁掉你想要守护的一切。游戏结束了，下界的虫子，为了嘉奖你的勇气，本盟主会彻底抹除你的自我意识，让你成为这座基地最底层的运算单元。该死，完全动不了。检测到宿主在当前高危副本中，成功存活150天，满足隐藏晋升条件。宿主权限等级提升，武器库权限解锁，王者级。新古力武器，恒石舟。怎么回事？那长矛明明刺中的是齐云。因为我修改了果，在我的领域里，结果先于原因存在。我已经设定了你被刺穿这个结果，至于过程如何，并不。因果律武器，这不可能！生物怎么可能掌握因果律武器？现在要设定下一个，那个结果就是死亡。住手！快住手！秦云，你不能杀我！数据核心连接着神州大陆的铁盒，一旦我死亡，核心就会自爆，整个神州大陆将不复存在。疯子，你个疯子！盟主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为本盟主去死，是俺的荣幸。秦云，你等着，本盟主还会回来的，到时我定会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你真以为自己还逃得掉吗？该死的秦云，竟然逼得本盟主舍弃了经营万年的星盟基地。不过没关系，只要核心还在，我就是不灭的。我再吞噬几个低等文明，就能重铸机体，甚至更进一步。秦云，你给本盟主等着，等本盟主恢复了实力，一定要把你的神魂抽出来，放在恒星核心里折磨1万年。致石，这是剑星剑。不，这不可能！不会用这种级别的战舰。检测目标星盟盟主已被歼星剑主炮完全气化，核心数据清除完毕，威胁等级归零。终于结束了。灵儿还在等我，是时候该回去了。快，把库房里所有的灵石都拿出来，一定要乘坐大阵。师女，没用的，灵已经耗尽了，天地灵气正在枯竭，我们的法术威力越来越弱了。撑不住也要撑，秦说过他会回来，我们必须等到他回来。难道真的要亡我人族吗？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呀？行星级环境改造仪启动。大气层修补完成，地壳稳定度100%，
能量循环系统重置完毕。这是比灵气更高级的能量。得救了！得救了！得救了！谢谢灵了，谢谢神仙救命之恩。青云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傻瓜，我答应过你的，只要有我在，这世间便无人能伤你分毫。